我是张立奇，来自中国台湾，2024年第一位获得福建定居证的台湾青年教师。民进党当局陆委会非法滥权，废止我的台湾身份，我深感震惊与愤怒。民进党迫害台湾人民，已经到了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啊！4月16号，陆委会发布解释令，持有中共定居证，那就违反两岸条例第9条之1，必须除去台湾的身份。现在确认，民众张立奇113年领用陆方的定居证，已经废止张立奇的台湾身份，那未来他如果要来台湾，必须要依照两岸条例相关规定申请入境许可。这是公然的越权和违法滥权。听到这里给人一种什么感觉？早知道会这样，那我就不领了。2024年，陆委会的梁文杰就公开表示，定居证并不违法。那今天也随意的推翻过去的说法，做人要有道德和良心呐，最基本底线和操守都被狗吃掉了吗？本人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啊，这条不做中国人只有下海喂鳖，台独死路一条，求仁得仁有什么好不满的？没事，统一后可以恢复。14亿人民支持你。中国现在还有14亿吗？也就是说呢，目前张立奇在面对的事情，第一点呢，就是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健保，不能再回到台湾去看病了。大陆的医保呢，就是得打一个问号啊。反正三小妹已知的就是大陆的有一些中医是蛮厉害的，但是如果是开刀西药这一类的，那还得是台湾比较强。第二点就是他的出入境会受到限制嘛，他已经不再是境外台胞了。原本想的是在台湾是学者，在大陆是爱国模范，享有特权又享有话语权，结果台湾一纸命令注销了他的根，他瞬间就从双重红利享有者变成了被放逐的人，这自然足以让他怒火中烧。包括他可能在台湾有买过的保险都会受到身份不明、定居海外的种种限制，他的账户在台湾基本就是已经冻结了。曾经他一直都在骂蓝白两党，但是呢，现在他的投票权已经失效了，他已经是一个制度对撞下的牺牲品了。法治社会总会让你选边站，红利不可能总是给人两边捞，他已经被台湾放弃了。中国的政局但凡出现一些变化，他将无根无靠，这些成本呢是他原先没算好的，现在被反噬了，当然会立刻跳脚。本想赌一个双面牌，结果台湾先捉了，并且他一再的提到连警告都没有，也就是说只要台湾给他发警告，他呢是可以再回到台湾或者换一边站的。应该也是有蛮多人在得知了新闻后才知道的他。张立奇啊，西元1986年出生，今年大概是39岁，出生于台中的一个中医世家。他的父母亲祖籍一个是在广东，一个是在福建，他们都是自称为客家人。原本家中有不少的药铺跟药厂，但是呢，他的父亲厂区的位置没选好，在大地震来的时候遭到了重创，不得不变卖厂房。中学时期就开始家道中落，父母呢也因此离异了。大约有1年的时间，他在汽修厂做一名工人，后来呢半工半读完成了他的学业，最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班。现如今呢是一名福建华侨大学的教师，所以他在观察者网里面有撰稿写说，台湾青年为什么还要在2个烂苹果中做选择呢？之后啊，他屡次的递交入党申请，最终啊，在2024年的1月1号上午，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中国人。他觉得中国共产党都在干实事，环境更好，生病更少，所以他就认为啊，台湾户籍算什么？经常都在他的平台上面呐喊，大陆比台湾更民主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那就算废止了也没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心有归处了。台湾同胞张立奇被陆委会废止了台湾身份，我的心是被深深触动的，感同身受。这份强加的不公与伤害，我懂。张老师，大陆欢迎您回家。毫无疑问啊，陆佩雅雅是超级的开心。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直接甩出一份硬核的悬赏令，白纸黑字照片、身份证号
清清楚楚，一口气是通缉了20个在网上兴风作浪搞破坏的那种头号网络耗子，名单都给你亮出来了，一个都不要想跑。必须给广州市公安局点赞，真的太解气了，就得这么干，把这些躲在阴沟里放冷箭、搞网络暴力、祸害咱们老百姓安宁的、破坏国家安全的这种键盘暴徒一个一个的揪出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口吻说的好像是这些人是跑到他抖音下面留言，所以被广州公安局给他惩戒啦。键盘侠的意思呢，是经常在网络上面发表那些偏激的言论，甚至是人身攻击的。也就是说，陆佩雅雅你就是键盘侠，黑客是黑客，键盘侠是键盘侠，他们传的是代码，而且很神奇哦，就好像攻击他的人里面没有中国人一样。为什么我这么激动？我刘正雅3个台湾孩子的妈妈，一个被台当局用下三滥的手段造谣污蔑，硬生生赶回来的大陆配偶，就因为我心向祖国，那些拿钱办事的1450，那些台独的狗腿子啊，就跟疯狗一样的扑上来，铺天盖地的骂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我真的太知道这帮人有多么的恶毒，多么的下作了。我相信你们现在可以去我的评论区看看，好家伙，那简直就是癞蛤蟆养殖基地，乌泱乌泱的一片，真的，你们一抓一个准。但是今天这份悬赏令，就是国家给咱们老百姓最硬的撑腰。对了，台湾的兄弟姐妹们，发财的机会来了，瞄见哪一个不要犹豫，马上举报，赚悬赏除害虫，给警方递刀，就是给正义撑腰。祝你们好运。一开始三小妹有在想啊，不是又抓不到吗？为什么要发出来呢？后来想想，这可能是一种另类的安抚和杀鸡儆猴吧。也许它的核心功能不是为了要抓到人，而是为了要教育中国的10几亿人，你们最好不要乱说话。早在新疆维稳、香港国安法以及上海的反清零抗议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了。这似乎也不是什么新招，而是被升级后的旧武器。名单上的人全都是在海外的，甚至就是在台湾生活的人。这个不是单纯的维稳，反而是中共认知作战的武器。一方面呢，能够对内部人员展示，你看我们悬赏台湾人，我们硬气；另一方面又给台湾人制造寒蝉效应，你敢讲台独，你敢批评中国，我们都记下来咯。这一种跨境审查，未来还可能会演变成更精密的监控。在很古早的时候，是在墙上贴悬赏，到现在贴出来就是成为一个网络祭品，让千万的网民审判、嘲讽、举报。中国人民是很爱面子的，这样的悬赏啊，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社会性死亡、社死现场。目的呢，不是为了要抓到人，目的呢是让所有的中国公民都记住自我审查，把台湾人民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啊，全都妖魔化成了攻击中国的行为。想想中国人也是太难了，还要被 PUA。你要是写一篇文章评论中国制度，造谣生事；你要是做一个反送中的影片他说你是兴风作浪，上班发个薪水抱怨文，都可以定义为破坏企业稳定的境外势力。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，是中共统治下的必然产物。中国人民是不能够听到真话，也不能够说出真话的。在中国是没有任何反对党的政体。通过这一份悬赏令啊，就可以转移焦点，保护谎言。人呢，如果要是没有目标，是很难统治的。统治一群没有仇恨的人是很困难的。每一个独裁政权都需要敌人，哪怕这个敌人是虚构的。民主社会靠人民的选票构建出政权的合法性。中国没有选票，只好依靠恐惧感。这样的悬赏制度直接是一个低成本、高效率的恐惧植入。你不需要真的抓到那20个人，只要散布贴出他们，所有人都会想，靠，我之前是不是也发过类似的文章，要不要删掉？会不会也不小心成为下一个？这比监狱还便宜，比审判还有效。对内维稳，对外压制。中国人民要是看到台湾有新闻、有选举、有政党轮替、有公投，还可以言论自由，这太危险了。这说明什么？人民可以不需要依靠某个政党，也可以活得很好。就算政党轮替了，人民都可以活下去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只能够疯狂地丑化台湾的言论自由，开始把言论自由和分裂划等号。这是对民主模式的跨境恐吓，让你以后不敢贴、不敢想、也不敢转发。总结起来啊，中国这样做的4个目的，都跟雅雅没有关系。第一个就是害怕真相，第二个呢就是
需要假想敌，第3个呢需要制造恐惧来控场，第4个呢把民主制度妖魔化。所以啊，这不是要抓人，是要你闭嘴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三小妹个人的看法。那么你呢？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人生路漫漫，三妹来相伴，记得帮三小妹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